B-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，是美国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机种之一。距离1952年首飞已经过去70年，美国仍未有退役 B-52的计划。在经历现代化改造和维护后， B-52将持续服役至2050年代。作为美国空军3大现役轰炸机之一， B-52的服役时间最长，生产数量也最多。是哪些优势让美国空军对 B-52如此倚重？ B-52的真实战力如何？下面就让武器沙漏为你一探究竟。美国战后对重型战略轰炸机的研发计划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6月。当时作为美国空军前身的美国陆军航空军，提出了研制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需求。到了1945年11月，美国航空物资司令部根据美国陆军航空军的需求，提出了新型战略轰炸机的规格要求，并邀请美国波音公司、团结飞机公司以及格伦 L 马丁公司参与该项目的研制。美国军方对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需求是，在性能上要全面超越美国在2战期间使用的 B-17和 B-29等机型，能够在续航能力、飞行高度和现代化程度上取得一定的突破。具体的技术要求是，作战半径要达到8000公里，续航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0公里，飞行高度可以突破10000米。到了1946年2月，美国陆军航空兵正式开启了新型战略轰炸机招标项目。之前受到邀请的波音公司、格伦 L 马丁公司以及后来的团结福尔提公司，随后提交了各自的设计方案和成本报价。其中，波音公司的提案一度受到美国军方的青睐。波音公司提交的设计方案代号为 Model 462，在外形上与美国的 B-29轰炸机有些类似，但是尺寸要放大许多。在动力单元方面， Model 462采用了6台涡轮螺旋桨喷气发动机。尽管 Model 462的理论作战半径仅为5000公里，各项机体测试也从未进行，但是美国军方还是在1946年的6月宣布了波音公司中标，进入试验机建造阶段。机型的官方代号为 XB-52。随即，波音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170万美元的合同，用以建造 XB-52的实验模型。到了1946年10月，美国军方对 Model 462庞大的尺寸和难以满足设计要求的各项参数表示担忧。作为回应，波音公司撤销了462方案，转而重新开发了 Model 464方案。然而，一度被看好 Model 464方案也面临着重重困境。在1946年12月，美国军方提出了最高速度每小时640公里左右，航程约19300公里，能够携带核武器，配备4个发动机，总重为22吨的设计要求。波音公司随后提供了2种型号的设计方案，一种是4646型，另一种是4647型。4646是专门用以搭载核武器的轰炸机，有效载荷达到4.5吨。4647是一种通用轰炸机，有效载荷在4吨左右。美国军方在考虑了成本和参数规格后，选择了 Model 46417方案。随着2战的远去，世界迎来的是美苏日益激烈的对抗。1947年9月，美国空军正式脱离陆军，与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并列为美国3大军种之一。与此同时，获得一种遏制苏联的核武器投掷平台，也成为美国空军优先发展的战略性项目。原本4647型除了航程以外，全部标准均达到了之前设定的参数要求。然而，美国空军的重型轰炸委员会提出了新的要求，为了提高投掷核武器的概率，新型的战略轰炸机应该达到每小时800公里的极速，
以及至少13000公里的航程，464时期显然无法达到这一要求。波音公司最为先进的464-29也远不足以满足条件。因为主要参数不达标，美国空军已经决议撤销与波音公司的合同。最终，在波音高层的极力斡旋之下 ，XB-52项目才得以保留。深感时不我待的波音公司立即开展了紧锣密鼓的研发工作，并最终于1948年初推出了 Model 464-35方案。到了1948年7月底，又推出了 Model 464-40方案。当时，美国空军和波音关注的焦点是 XB-52究竟是采用涡喷发动机，还是采用较为传统的螺旋桨发动机。波音公司倾向于采用喷气发动机，既可以大幅度提升飞机的航速，也可以突破空气动力学方面遭遇的技术难题。最终，美国空军同意采用喷气式发动机。在主动力单元确定之后，相关的项目进程也逐步明朗起来。到了1948年10月，波音公司提交了464-49方案。这套方案采用了8台涡喷发动机，布局与464-40方案几乎相同，翼展也保持了原有的长度，但是后掠角度增加到35度，机翼面积也得到了增加。在1949年的4月底，波音公司为了提升航程不足的问题，再次推出了464-67方案。该方案对机身重量、燃料储存、机身长度、气动力布局等进行了大量调整。到了1950年初，波音公司迎来了更大的挑战，多家美国航空巨头向美国军方游说，并提交了各自的设计方案，期望可以顶替波音公司的设计。在几经周折之后，波音团队的方案得以幸存，并继续开发，而464-67方案也最终得到认可。波音公司在此基础上建造了 XB-52的原型机。1951年，美国空军正式承诺将购买波音公司生产的 B-52轰炸机，并决定用 B-52替代现有的 B-36轰炸机。在1951年2月，波音公司获得了首批13架 B-52的量产合同。1952年4月 ，B-52的原型机完成了首飞。用于测试的2架 B-52原型机与量产版有一点很显著的区别。波音公司对原型机座舱的设计是采用类似战斗机的纵列式布局，而量产版则在美国军方的强烈要求下改为了并列式布局。1954年3月，第一架量产版的 B-52出厂。美国空军对 B-52的整体评价非常高。自1954年首架 B-52出厂以来，波音公司持续生产了12年，最后一架 B-52于1962年10月出厂。至此，整个 B-52的生产正式结束。波音公司累计交付的 B-52数量为742架。量产版的 B-52可以分为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H 8种型号。B-52A 是首批量产型，于1954年生产，只建造了3架，全部用于测试目的。这3架 B-52A 的单位成本相当于现金的2800万美元左右。B-52A 与原型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座舱由纵列式改为并列式，机头延伸了53厘米，以容纳更多的航电设备。每侧的机翼下方还可以携带一个容量约3800升的外部油箱。在 B-52A 的尾部设置了一个炮塔，内部配备了4挺 12.7 毫米口径机枪，并拥有火控系统。MB-52A 是由第3架 B-52A 改造而来，改造项目于1959年进行，专门用于携带北美航空公司研制的 X-15火箭动力飞机。MB-52A 在机身和右翼发动机之间的位置安装了一个专门的挂点，用于携带 X-15。原本的弹舱经过改装，用以存放 X-15所使用的燃料。MB-52A 于1959年3月搭载 X-15完成了首飞，并于当年6月完成了 X-15的空中发射。B-52B 实际上是 B-52系列第一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版本。
于1955年6月交付给驻扎在美国加州的第93轰炸机联队使用。B-52B 的动力和航电系统经过了小幅度改动，其生产年份从1955年持续到1957年，总产量为50架。B-52B 的单位成本相当于现金的1400万美元左右。在这50架 B-52B 轰炸机中，有27架为 RB-52B 标准。RB-52B 的组员较标准版更多。与 B-52B 的区别在于 ，RB-52B 能够携带一个侦察吊舱，内含无线电通信系统以及多个摄像组件。MB-52B 是一架编号52-8的 B-52B 改装而来，最初用于作为 X-15的空中发射平台，后来被 NASA 调用，并获得8号球的代号。MB-52B 在 NASA 服役了近50年，成为多种实验性航空器的空中发射平台。这架 MB-52B 最终于2004年退役。B-52C 是 B-52B 的改进版本，拥有更大的内部油箱，航程得到了一定的增加，整体重量也得到了提升。B-52C 采用了新型的 MD-9 火控系统，飞机的腹部涂抹了一层特殊的白色漆面，用以反射核爆炸产生的热辐射。B-52C 于1956年到1957年生产，总产量为35架，单位成本相当于现金的720万美元左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7架 B-52B 提升到了 B-52C 的标准。RB-52C 与 RB-52B 的功能相同，都是以加装侦察吊舱的方式增加自身的多任务性。由于所有的 B-52C 都具备加装侦察吊舱的能力，所以 RB-52C 的代号很少使用，而后逐渐被放弃。B-52D 是一种专门的远程轰炸机，没有配备侦察选项，增加了电子对抗系统，并能够携带更丰富的弹药类型。就整体的作战实力而言， B-52D 属于整个 B-52 家族中较强的版本，也是 B-52 家族中产量第2多的版本。B-52D 于1956年到1958年生产，总产量为170架，单位成本相当于现金的650万美元左右。B-52D 被美军大量应用于越南战场，其作战任务大多为进行地毯式轰炸。投入越南战场的 B-52D 拥有特有的黑色迷彩涂装，用以降低被地面探照灯发现的概率。B-52E 采用新型的航电设备和轰炸导航系统，于1958年生产，总产量为100架，单位成本相当于现金的600万美元左右。B-52F 的主要改进项目是动力单元，匹配了动力更强的发动机，并解决了早期燃油泄漏的问题。B-52F 于1958年到1959年生产，总产量为89架，单位成本相当于现金的650万美元左右。B-52G 的出现与 B-58有着一定的联系。由于 B-58项目的延迟，美国军方提出了 B-52G 方案，以延长整个 B-52家族的服役时间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 B-58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的服役空缺。B-52G 于1959年到1961年生产，总产量高达193架，是整个 B-52系列中产量最多的型号。大部分的 B-52G 已经根据1992年美苏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被销毁。B-52H 是目前 B-52系列最先进的版本，并经历了现代化升级。B-52H 于1961年到1963年投产，总产量为102架，单位成本相当于现金的920万美元左右。B-52H 在结构布局和成员配置上与 B-52G 相同，但是配备了动力更强的美国普惠 TF33型涡扇引擎。新型的发动机不仅可以提供更大的推力，燃油经济性也更好，在航程上相比于 B-52G 提高了15%。除了提升动力单元的性能外， B-52H 还加装了电子战设备和主动防御系统，具备携带多种弹药的能力。根据美国空军的最新升级计划， B-52H 将获得由英国罗罗公司提供的新型发动机，
整个发动机更换计划的预算在26亿美元左右。整个项目包括总数608台的罗罗 F130发动机，以及备用机和相关的售后服务等等。该合约于2021年9月签订，全部得到发动机更新的 B5RH 的数量是76架。完成发动机更新后的 B5RH 将继续服役至2050年代。此外， B5RH 还将换装目前由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所采用的 APG-79型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。首批配备该雷达的 B5RH 的数量为6架，预计在2025年开始飞行测试，最快在2027年达到使用标准。B5RH 的长度在48.5米左右，翼展约56.4米，高度约12.4米，翼面积达到370平方米，空重约83吨，最大起飞重量约220吨。目前 B5RH 采用的发动机为巴台普惠公司提供的 TF33型涡扇发动机，单发推力约76千牛。未来将逐步换装推力更大的罗罗 F130发动机。B5RH 的内部燃料容量约18万2千升，最大航程在16000公里左右，作战半径约7200公里，极速约每小时1050公里，巡航速度在每小时820公里左右。B5RH 的标准成员为5人，分别是2名驾驶员、1名武器官、1名领航员以及1名电子战系统操作员。B5RH 的尾部原本配备有一挺遥控机炮，自1991年开始，这一配置已经从所有的现役 B52上移除。B5RH 的负载能力在120吨左右，能够携带常规弹药和核武器，也可以发射多种远程制导武器。B5RH 能够携带的炸弹类型主要包括美国马克82型和马克84型低阻力通用炸弹、CBU87、CBU89和 CBU97型集束炸弹、GBU31和 GBU38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、GBU39型小直径炸弹、马克62和马克65型空投式水雷等等。B5RH 能够发射的导弹类型主要包括 AGM-158 联合空对地距外导弹、AGM-154 联合战区外武器，以及 AGM-158C 远程反舰导弹。除了常规武器外， B5RH 还可以携带美国 B61型自由落体式核弹以及 B83型核弹。马克82和马克84型是美国马克80系列低阻力通用炸弹。马克82是美国最常规的通用型高爆炸弹，整体重量在232公斤到259公斤之间。马克84型是马克80系列体型和重量最大的型号，整体的重量估计在900公斤到950公斤左右。其爆炸威力比较强，最多可以击穿380毫米厚的均质金属或3米厚的混凝土结构。其爆炸产生的破片能够对370米范围内的步兵单位造成严重威胁。美国联合直接攻击炸弹，简称 JDAM， 是美国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和海军开发的一种空投炸弹的配件系统。将这套装置安装到普通炸弹上之后，可以将其转变为精确制导武器。GBU31 以马克84型通用炸弹为主体， GBU38 以马克82型通用炸弹为主体。增加制导配件后，爆炸的威力并没有改变，只是增加了制导攻击能力。GBU39小直径炸弹是一种重量在110公斤左右的导引炸弹，这种弹药的体积较小，重量也较轻，具备精确制导能力，内含高爆炸药，可以穿透1.8米厚的强化混凝土，单位成本在7到9万美元左右。AGM-158 联合空对面导弹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，于2014年投入使用，单位成本估计在80万美元左右。
标准版的射程在370公里以上，增程版的射程估计在1000公里以上。AGM-158的弹体采用了隐身设计，具备比较良好的可靠性，采用了 GPS 制导和终端红外制导相结合的模式。AGM-86空对地巡航导弹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，于1982年投入使用，成本在90万到160万美元左右。主要型号分为 AGM-86B、AGM-86C 和 AGM-86D。AGM-86B 的射程在2400公里以上 ，AGM-C 的射程可能在1100公里左右。B-52首次大规模使用是在越南战争，随后又在海湾战争、科索沃战争中参与了作战。虽然服役时长已经接近70年，但是 B-52依然是美国空军最重要的战略性武器之一。B-52的载弹量大、航程远，并具备投射巡航导弹、反舰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的能力，同时也是美国三位一体和打击能力的重要平台之一。尽管 B-52的能力出众，但是通常出现在防空薄弱的战区，面对现代化的防空导弹和各类战斗机的威胁， B-52更有可能采用发射超视距巡航导弹的方式参与作战。美国正在研制代号突袭者的 B-21隐身战略轰炸机，以在未来取代美国的 B-52、B-1和 B-2轰炸机。B-21有可能在2026或2027年投入使用，届时 B-52轰炸机将分批次退役，预计在2050年代，所有的 B-52轰炸机将全部退出历史舞台。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更多精彩视频，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